也擅长摔跤，对，漂亮啊！不好说。阿加萨的额头什么时候开的？少林武僧总教头一身好武艺，出神入化，更是上演空中飞膝，当场打碎了印度柔术大师的头盖骨，鲜血直流。此人就是来自河南嵩山少林寺的武僧总教头谢维。谢维是嵩山少林寺有史以来最有实力的少林和尚，还特别深受少林老方丈的喜爱。至此，谢维被提拔为少林总教头，手下管理上百位少林弟子。当然，谢维并没有令中国拳迷粉丝失望。在艰苦训练5年少林功夫之后，谢维主动下山，开始进军格斗擂台，是要在世界最强格斗殿堂拿到冠军金腰带。没想到，刚刚进军世界擂台的谢维实力出众，大杀四方，短短数年间就击败了9位世界级强者，拿下了9战9胜9次 KO 宏伟战绩。中国功夫也在谢维的宣传之下开始大放异彩。就在谢维越战越勇、连战连捷的时刻，却突然杀出一位印度柔术冠军，向谢维发起了指名挑战。他就是来自印度排名第2的柔术大师阿加萨。阿加萨身材强壮，柔韧性极高，经常能在擂台上做出常人难以做出的柔术动作。至此，阿加萨才成为了谢维成功路上最恐怖的对手。上台之前，阿加萨还放下豪言，自己会亲手终结谢维的连胜，证明实力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看看2位选手表现如何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黑短裤就是中国选手谢维，深蓝短裤就是印度选手阿加萨。要论身体强度来看，阿加萨的确不可小觑，健壮的肌肉和精湛的柔术技术，早已使得阿加萨成为了格斗擂台最强悍的职业选手。哪怕精通站立的谢维做足了防抱摔训练，依旧不敢轻易的接近阿加萨那位。我们就想摔谢维，对，太明显了。不过谢维呢也擅长摔跤，对，漂亮，打跟进。刚才那一拳把对手撂倒之后呢，在对方地面时那一拳打得也够准，不错。还是尝试下潜抱单腿，是谢维防摔做得不错，这下躲掉了，再逃，再转过身来，被对方压向笼边。处理的整体还不错啊。包括呢打的那2下，我们说这个锤击基本也都是打在了有效部位，没有打这个不合法的位置。哦，厉害！要真得说阿加萨的一个摔跤能力是很棒啊。阿加萨深知自己能够抱摔对手的机会来之不易，只能咬牙硬撑，继续运用全身重量对谢维展开压制。不过谢维尽管被压制，依旧没有出现紧张慌乱的心理，反而一边后撤一边寻找挣脱机会。毕竟比赛刚刚开始，双方选手体力都很充足，阿加萨也不能100%保证自己能够拿到比分优势。不只是传统的我们说古典跤、自由跤的这种选手，他的柔道的这种技术，我们刚才也能感觉到。是，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柔道选手加上一个摔跤好手。这场比赛摔跤选手间的较量好看了。挺有意思。2个人在摔与防摔上面都很有自己的办法。我们看2个人腿的维度上面都差很大，真的是厉害啊！是，真的是厉害。但是防摔上面，谢维也起身很快，起身非常快。对，如果说摔跤技术一般的选手的话，被阿加萨这么带进地面，他其实很难逃，而且不会在瞬间当中去反应这个交感。是。这个是我们说柔术选手当中的很重要的一环，交感。比赛进行到现在，尽管阿加萨使出了浑身解数，都无法将谢维压制，甚至白白耗费了许多体力储备，这也让阿加萨陷入到了比较被动的局面。如果自己不能在这回合铃声敲响前拿到比分优势，自己说不定后2回合将会特别狼狈。所以这回合是阿加萨控制比赛主导权最关键的几分钟。必须要说前面的这个4分多钟时间是非常高水平、非常绚烂的4分多钟，没错， 2个人都有很好的表现，2个人有着很出色的交感，而且呢，在比赛当中也运用的相当成熟。先拿腋下，不要急。30秒钟的时间，谢维一边的腋下呢被阿加萨给抄起，好的。经过Conor 的指挥呢，也是避免在笼边和对手过多的纠缠，通过膝撞重新回到圆笼的中央。接下来的下一回合，谢维可以考虑去判断一下对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阿加萨目前为止所施展的抱摔动作很频繁，但是最终结果却被谢维轻松化解。这么来看，阿加萨根本就不是谢维的对手，只要继续保持站立对峙，谢维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阿加萨这家伙短时间也不敢进行太激烈的下潜抱摔，以免出现防守失误被压制。
所以他的站立技术是这场比赛可能成为他获胜的一个取胜之时。就如果能够加强一些站立的比重，或者说在对方做下潜抱摔的瞬间做一些提膝的正面迎击的话，那可能谢维会能够将对方击倒在地，甚至补拳了。是，谢维啊，少林武僧啊，在少林寺真的练了4年啊，少林武校，14岁学到18岁。谢维又换了一个反架，不错，转身后蹬。目前的谢维不论是站立还是防抱摔都做得很完美，阿加萨这家伙只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注视着一切，生怕下一秒谢维会主动冲上来施展猛攻。不过阿加萨也明白了比赛事态严重性，自己已经被全程暴打了一回合，如果这回合无法对谢维展开压制扳回比分，那裁判一定会判定中国选手谢维获胜。想到这里，阿加萨就不由得加强攻势，与谢维展开拼拳换脚。还是回反架，谢维呢用自己的前手臂去控制对方手部动作。这场比赛的话，谢维应该不会去主动去摔阿加萨。第二回合还剩下3分钟的时间，3分钟的时间，这个回合阿加萨，漂亮！阿加萨减少了自己下潜抱摔的尝试，应该也感觉到上一回合那样的打法呢太消耗，而且回报很低。没错，尤其是摔这样的一个这么擅长打摔柔的选手，可能还是要寻找机会。对他来说，你看，利用你进攻的机会，突然的下潜，防守真好啊。谢维在进攻的时候呢，随时也关注着对方。比赛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，但是阿加萨还一直处于被压制不敢还手的局面。想到这里，阿加萨也开始施展下潜抱摔，准备拖入地面，但是谢维却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抵挡阿加萨的抱摔动作。阿加萨完全沦为了谢维的训练沙袋，疯狂挨揍。再这么打下去，阿加萨迟早会面临被击倒 KO 的局面。场边这个团队给谢维不断的在支招。还有1分钟，指令很明确啊。是，阿加萨呢，我们看除了摔以外，他还有更多的进攻手段才行，因为现在这段时间他这个手段太单调了。在这个龙边的相持里，哪怕打一些这个像我们说是钢拳也好啊，没错。阿加萨呢，可以说他的战术目的很明确，当然也可以说他比赛当中的一些计划太单一。是啊，终于等到台裁的介入。30秒，谢维争取打出几拳，有说服力的进攻。这下的话，能够让第二回合把裁判判给自己啊。虽然说我们是按照整场比赛来裁定的，但是一些关键的场次和回合还是会被裁判所记住。是。漂亮啊！提膝漂亮，对面闪的也精彩。我感觉阿加萨是要做下潜抱摔。阿加萨的额头什么时候开的？开了一道好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谢维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谢维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